亚瑟名场面来袭。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， 汤米步步为营，剃刀党扩大势力。我是瓜皮儿，剃刀党第一季前情提要。国务大臣丘吉尔将坎贝尔调到伯明翰，表面为了秩序，真正原因是结案。几百把热兵器突然失踪，足以引起大规模战争。这批武器阴差阳错到了汤米手中，他瞒着家族孤注一掷，与坎贝尔立下条约，只要他行个方便，武器会原封不动送回来。为了剃刀党的发展，汤米还招惹了两股势力：夺马皇帝比利肯波与李氏家族。赛马会在即，格雷斯跟汤米协商加价买礼服，生意重要，衣着考究同样重要。然而汤米永远不亏。Oh, I don't pay for suits. My suits are on the house, or the house burns down. 说完，便和两个爱尔兰人谈起了生意。江湖传言，剃刀党劫持了一批武器，他们无法确定流言真假，但汤米真有耳闻，爱尔兰共和军愿意出高价购买。汤米没有给出答案，反倒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给其中一人逼出了病。So sad of the land where they were born. I see sad memory was made. What's about what? I'll let you know. 全程对话格雷斯都听到了，他并未得到想要的线索。格雷斯和他互相推拿，套近关系。从汤米口中得知，爱尔兰的一些叛军就聚集在伯明翰的黑天鹅酒吧。汤米最终留下来一笔钱，让他去买件红色礼服，仅仅是为了搭配比利肯波的手帕。黑天鹅酒吧的事儿到了总督的耳朵里，警长解释那里都是些无名小卒。坎贝尔质疑他，无名小卒会去购买武器，你们还不如一介女流办事靠谱。当地警察的古板做派难成大事，他最终还是觉得派格雷斯调查此事。格雷斯一路跟随爱尔兰人，想趁其烂醉查出共和军的窝点，哪知男人相当谨慎，已察觉身后有人。撕扯中，格雷斯为求自保开出一枪，男人当场去世。桥下，弗莱迪与艾达偷偷见面，他们决定就在伯明翰举办婚礼，可谓是极其疯狂。得知此事的波利立马告诉了汤米，看得出汤米平静的外表下藏满了杀意。波利向他保证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儿。为了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汤米告诉了他自己和坎贝尔的交易，其中一条就是放弃追捕俄共犯弗莱迪，但前提是弗莱迪永远离开伯明翰。波利也意识到了事情的棘手。傍晚，格雷斯喝口酒都会吐出来，手上的鲜血早已凝固，第一次杀人的感觉让他恐惧到发抖。可为了自己的任务，格雷斯必须马上把这些忘掉。警署一大早接到了消息，一名爱尔兰叛军惨死街头。警长结合昨天的情报和一介女流的话语，猜出凶手与坎贝尔有关。因为按照规矩，凶手应当处死，但坎贝尔却表示那个爱尔兰人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，其他事儿与你们没关系。见面后，坎贝尔警告他别再这么做，若格雷斯出了什么事儿，坎贝尔无法对他父母交代。出于私心，这一次会保下格雷斯，但杀过人的手将不再干净。与此同时，波利在简陋的出租屋等来了弗莱迪。剃刀党拿出200英镑巨款让他们潜逃，与俄共分子联谊本就影响了谢尔比家族，再纵容他们留在伯明翰，会给剃刀党惹来大麻烦。船和钱都准备好了，他们立刻逃往美国。可愤青弗莱迪并不领情，汤米没有再去管这件事儿。明天就是赛马会举办日，他提前在西装店等着比利到来，目的就是通知对方，李氏家族也要去赛马会，而且他们还在暗地里敲诈比利的手下，收取巨额费用。嚣张的比利没有把这提醒当回事儿，各种用身份地位压汤米一头。转头，弗莱迪又进行了煽动言论，在最紧凑的时间里鼓动大家积极罢工。这种非法聚会已经惊动了警方。汤米本想去找艾达谈谈，可约翰告诉他大哥发病了，他连忙赶到了教堂。作为谢尔比家族的老大，却对剃刀党近期发生的事一概不知。枪械结案，妹妹结婚，人尽皆知的爱尔兰人惨死街头，他都不知情。亚瑟感觉自己被家人忽视了。汤米清楚大哥的经历和心情，也知道以他的性格只能留在最后通知。汤米只希望他知道一件事，剃刀党交好运了。他带着大哥来到了酒馆，打仗的时候，亚瑟一直希望能回国开家酒馆。今天这个梦想弟弟给他实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亚瑟成了这家酒馆的老板，这是合法的生意，既能帮助剃刀党洗钱，还能让大哥开心。亚瑟终于笑了，但哈利该哭了。警长找上了汤米，坎贝尔让他传个话，弗莱迪还在伯明翰搞煽动，交易可不是这样的。汤米让他转告坎贝尔，自己正在处理此事。警长话锋一转，你妹妹已经跟俄共分子成婚了，若不交出弗莱迪，艾达将被警方视为共犯。次日，
他约见了弗莱迪，立场已经使他们丢了兄弟情。弗莱迪把那200英镑丢在了地上，他坚决不走。汤米把钱揣进兜里，回忆起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，趁弗莱迪分神夺过了主动权。两人就这么枪口对枪口，真心相爱却被视作妄想攀上高枝。弗莱迪反问汤米，知道什么叫爱吗？然而汤米流血一句，你们注定不会长久后转身离开。他回家把钱放在了玻璃眼前，你的办法行不通了，接下来我要以我的方式行事。夜里，汤米再次梦见那个隧道，他、丹尼、弗莱迪就在里面被遗弃等死。敌人凿墙的声音格外刺耳，弗莱迪为他挡下一枪，三人以死抵抗。噩梦惊醒汤米，传来了敲门声，他连忙藏起烟杆，来人是丹尼。他从伦敦回来有事报告，那边都在传是剃刀党枪杀的爱尔兰人。汤米让他回去转告爱尔兰人，一切都是误会，让他们派人过来谈判。从进门开始，丹尼就闻到了烟味，他没有劝解汤米，而是在共同的回忆里结束了谈话。清晨，汤米醒来就看到了丹尼的纸条，盯了那面墙许久，才穿衣离开。来到酒馆，格雷斯告诉他，艾达昨天来过，担心哥哥和丈夫会出事，还说汤米是个只知道把秘密隐藏在心里的人。 Men should talk too. To you. Why not? 汤米没有多言，通知他明天上午前往赛马会。他擦脂抹粉，打扮精致，他剃净胡须，西装笔挺。格雷斯带上了那把少了一发子弹的手枪，身边人都劝汤米多带点人去，毕竟那是比利的地盘，还有这一群李氏家族的小子。说完，汤米就接上格雷斯前往了赛马会。这一次可谓是做足了准备。亚瑟根据汤米的指示集结了兄弟们，他们的任务简单又暴力。比利的手下早已腐败，在汤米忙着宴会的时候，把李氏家族的人办了，夺回比利手下被勒索的钱，让剃刀党拥有站直说话的资本。一整车的伙计前往了赛马会，然而汤米这边没有邀请函，只能从后门绕进去，还必须让格雷斯假扮身份骗过安保人员。总之，他们顺利进入了会场，表面越高档，意味着背后越黑暗。两人在舞池上扭着，没一会儿就吸引了比利的注意。他的二把手兼军师罗伯茨很看好汤米，认为这是个有种的男人，而比利却只缠格雷斯的身子。另一边，李氏家族的人照常勒索比利的手下，只是这次他中了圈套。约翰和亚瑟将其暴锤一顿，用剃刀割了对方的耳朵，警告李氏家族别碰比利的人。亚瑟抢回了这笔钱，来了个名场面。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. 他抓紧时间把钱送到了汤米手中，得到筹码，汤米直奔比利面前，把钱扔在桌上，提议从今以后由剃刀党接管安保任务，费用为总收益的5%，以及3次操控赌马的机会。若合作愉快，1年后提高到6%。这些事儿他腐败的手下的确干不了，比利同意合作，留下汤米和罗伯茨谈生意。他要去找格雷斯，跟聪明人聊天。汤米省了很多事儿，但比利突然横插一脚，要求加一个条件，他要和格雷斯睡一觉。作为回报，汤米也可以和他的女伴睡。委婉一说，格雷斯就懂了其中的意思。他提醒汤米，自己不是出来卖的。Everyone's a whore, Christ. We just sell different parts of ourselves. 但为了任务，他必须获取汤米的信任。在比利试图玷污格雷斯的时候，汤米都没正眼看他的女伴，只知道这女人是个帽将。格雷斯这边时时刻刻紧握手包，里面就是装着5颗子弹的左轮手枪。然而在此时，汤米闯了进来。秉着人道主义，他告诉比利，格雷斯有梅毒，我及时告诉了你，是不是好兄弟？最后救下了格雷斯，还让比利无话可说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很不满汤米今天的种种安排，却不得不感谢汤米最后冒险营救。与此同时，死性不改的弗莱迪把所有钱都给了组织，希望俄共革命能打赢。这一切汤米自然不知道，他持续安排线人寻找弗莱迪。有了比利肯波的认可，剃刀党的赌马生意可以放手去做。今天约翰有心事儿，他申请开个家庭会议，由于他负责账单，为此暂时关门片刻。可他们没有人知道，外面的李氏家族早已虎视眈眈。汤米前脚刚走，年幼的菲恩就给鬼子开了门，仗着年纪没受欺负，但赌坊被洗劫一空。酒馆里，约翰道出了苦衷，他独自抚养4个孩子太艰难了，孩子们终究需要一个母亲，所以约翰要和丽兹成婚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一家人都不淡定了。丽兹是伯明翰出了名的卖身不卖艺，他每天不是在接客就是在接客的路上。可约翰表示，我俩是真爱呀，他不允许任何人称呼丽兹为卖身者。约翰希望能够得到汤米的支持，听着他那人总会变的，要相信真爱这种道貌岸然的话，大家都是皮笑肉不笑，心里笑。
这时菲恩跑了回来说遇袭的事儿，这次损失相当惨重，相比钱财，汤米更在乎现场的钢丝钱。这其中有个说法，当年打仗若守不住阵地，他们会布下陷阱，留下钢丝钱，通知敌人这里有诈，但不告诉你在哪儿。显然呢，李氏家族安放了炸弹。很快汤米明白过来，李氏家族想杀的人是自己，否则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爆炸了。他立马跑回自己的汽车旁边，菲恩正坐在上面模仿哥哥开车。汤米让他别乱动，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。可熊孩子不听，就要瞎鼓捣。汤米只能在炸弹引爆前丢向空旷的地方，所幸无人受伤。最小的弟弟差点出事，汤米已经坐不住了。他独自一人来到了李氏家族的地盘，要和他们的领头人谈判。这种相互算计、相互伤害的日子不会结束。汤米提议剃刀党和李氏家族联手对抗比利。显然女头目对汤米的忠诚方面不太信任。汤米说出了比利的缺陷，他就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，真正维系势力的是罗伯茨。归根结底，李氏家族和剃刀党是同根生，联手对外并不过分。此时的艾达对弗莱迪的行为很气愤，夫妻俩都穷得住地下室了，弗莱迪却把钱都给了组织。为了不让艾达被连累，波利想办法拿到了俄共党的窝点地址，他希望汤米用这个去跟坎贝尔交易。夜里，汤米把地址告给了总督，端了窝点要比单抓一个弗莱迪强得多。当然，作为条件，坎贝尔必须放过弗莱迪和艾达。说起交易，坎贝尔不得不说出利弊。这武器迟迟没有到手，国务大臣丘吉尔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。他希望汤米能尽快解决，不然到时候自己被上头开除了，拿不到任何好处。如果这样，坎贝尔会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，把谢尔比家族杀光，就连小弟弟菲恩都得丢进成人监狱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却不知道身后的汤米已经举起了枪，只是理智让他没有扣动扳机。次日一早，坎贝尔带人端了俄共窝点，但他依旧想抓住弗莱迪。警长发出质疑，这和剃刀党的交易冲突了。坎贝尔却讽刺他，这世道交易有个嘚儿用啊，况且对方还是黑帮分子。俄共小头目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警长都不忍心下手了，坎贝尔却让他再来一次。在母亲的坟前，弗莱迪见到了波利，波利提醒他尽快逃走，你们的窝点已经被端了，这其中不少有艾达的帮助。弗莱迪依旧固执，愣头青不仅指责剃刀党多管闲事，还赖他们害死了一群无辜之人。波利对他彻底无语，只能在他妈坟头骂街了。这天，比利和罗伯茨来到了伯明翰。自从有了剃刀党的帮助，近期的8场赛马没损失1分钱。此行特地来考察，顺便索来合法经营证书。汤米简单为他们介绍了赌坊的情况。江湖传言，剃刀党的赌坊被李氏家族扫荡了。汤米淡定告诉两人，你们听错了。以约翰为首的3人负责后续的赌马任务。罗伯茨微笑着给了汤米证书。待两人走后，汤米举起证书，从此以后他们的赌马生意正式合法。剃刀党一片欢呼，这是扩张势力的第一步。庆祝过后，亚瑟回来经营自己的小酒馆。他是个粗犷男子，懒得算账，把琐事都交给了格雷斯处理。本想拍拍屁股想起兄弟，还是算了。亚瑟十分信任地告诉他，剃刀党的违禁品通常会放在码头边，那里的机动性很强，不会被抓住。格雷斯当晚就把消息传给了坎贝尔。警方连夜彻查码头，到头来除了烟酒，连个屁都没找到。武器并不在这儿。得知此事的汤米本该起疑心，可他终究是个男人，有了感情就变得盲目。两人来到教堂，汤米直言想让格雷斯当剃刀党的经纪人，就像比利身旁的罗伯茨一样。有了许可证之后，会参加各种赛马会。汤米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女伴兼会计。他清楚格雷斯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，至于有什么秘密，汤米不想知道。他的信任源于感情，无情汤米亲完就走啊。第二天，坎贝尔询问他码头的事，忙了一宿屁也没有。为了不起疑心，警方把东西都还原了。对于黑帮分子还要会计秘书，坎贝尔嗤之以鼻，形容他们是矫情的动人心魄呀。既然格雷斯的行动进展顺利，坎贝尔只能让他小心安全。汤米这边则是找上了丽兹，很简单的要求就是别接近约翰，他愿意花钱消灾。毕竟汤米和丽兹都是老水友了。丽兹的口风一样，他和约翰是真爱。汤米反手掏出一沓钞票，想和我弟弟结婚，那我们再睡最后一次。丽兹思前想后的答应了下来，而汤米却冷了脸，心想狗改不了吃屎。为了尽一个兄长的职责，汤米把自己和丽兹的过往告诉了约翰，包括丽兹愿意最后一次。约翰听完甩手就走，心情可谓是寒到极点。起码汤米没有让弟弟走歪路。他回到酒馆，递给格雷斯一张请柬，如果见到艾达转交给他，就说要举办家庭会议。忙了一天的汤米打算回家落脚，但屋里明显有动静。他掏出手枪打开了房门，却发现是约翰在偷偷嘬烟。
白天，哥哥的话让他想了很久，调查了一番，发现丽兹现在偶尔还在接单，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傻子。汤米模仿爷爷的声线逗着约翰开心，气氛一下得到缓和。他告诉约翰，明天我们和李氏家族的战争将彻底结束，去好好睡一觉吧。一大清早，谢尔比家族就聚齐了，所有人盯着约翰都很古怪，这让他有点汗毛竖立。抵达了李氏家族的据点，汤米告诉约翰，今天你要成婚了，哥哥们把你许配给了李氏家族的千金，虽然不知道对方长啥样，但你别慌，因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。约翰死活不愿意，生怕娶个菜瓜回家，但他还是在兄弟们的簇拥下走进了现场。老丈人直接送给约翰一辆汽车，直接认可了这个女婿。很快新娘赶来，两人面都没见，直接拜堂，掀开头纱，竟然还不赖的呀。约翰终于笑出了声，他们最终结为夫妻，而艾达也准时到场。这样一来，李氏家族与剃刀党联姻，彻底解决战争。晚上，两大帮派前所未有的放松，艾达怀着身孕，一点也不收敛，汤米便走上前劝他休息。没想到醉醺醺的妹妹当众臭骂汤米做事不道德，嚷到深处羊水破，众人连忙为他接生。汤米破例允许弗莱迪过来陪护，兄长们则聚在酒馆等着今天双喜临门。格雷斯听说弗莱迪也会到场，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弗莱迪冲到妻儿面前，还没来得及享受父亲的感觉，警察就破门而入将其逮捕，硬生生拆散了一家三口。波利愤怒地冲进酒馆，试图弄死汤米，他们都以为是汤米搞的鬼，殊不知汤米自己也是懵逼的，真正的黑手是他身后的格雷斯。4集过去了，但女主的作妖其实才刚刚开始，也是精于算计、步步为营的汤米身上最大的破绽。但真正的狗血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感觉有必要说几句，政府为何这么痛恨俄共？在那个一战刚刚结束的年代，英国瞬间沦为了2线国家，经济萧条的可怕。这时布尔什维克也就是俄共搞起了革命，这种现象影响了当时的英国，他们煽动工人罢工叛乱，发起各种影响社会的运动，说白了就是一群搞政变的。当时他们不仅要提防俄共，还有反对英国政府统治的爱尔兰共和军。爱尔兰人被英国殖民统治了多年，如同恐怖分子般的存在。面对两头恶虎，当时的英国底层环境相当恶劣，这种条件下的帮派也十分挣扎，崛起拼的不单单是胆量。上期我们就说过，剃刀党虽是一个黑帮电视剧，但极少有火拼场景。这本就是一部打着黑帮名义的文艺片，从头到尾只讲一件事儿：剃刀党的发家史，他们如何在这个狼狈为奸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。这种类型的英剧就是有人喜欢到极致，也有人讨厌到极致。取向这个东西本就不是千篇一律的。对于这种香菜型电视剧，各位怎么看呢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